所以我去墨西哥也没有跟他们报备啊，就自己就跑去墨西哥。我妈打电话到美国找我的时候，我阿姨跟她说已经没有里比狗啊，找去墨西哥啊。我妈吓了一跳说哈，不是跟我就是到美国去，怎么跑到墨西哥？所以他们可以烦恼的事情更多，所以不会烦恼到婚姻这一块。不然，但美国到墨西哥很近啊。对对对，可彰化到台中而已。的确是很近啊。那你为什么那时候自己跑去墨西哥？就是那个时候，就是墨西哥东南山区有这个游击队嘛。那我的表哥有一个那个 People of Color 的组织，他们就说要去墨西哥东南山区。我说好好我们一起去吧。去找游击队吗？对啊，难怪你妈会发疯啊！你妈听完应该吓死了。真的，你干嘛一起去啊？我想去啊，是我怂恿我表哥去的。那我听说那边有游击队，我们去看看吧。对，我们去。对，那你干嘛？你为什么想去？你为什么想去？我对这个世界就是充满。这里是只能喝酒的图书馆，一个出租成见、探索未知的地方。我很想知道一件事，就是其实你这样子面对这么多镜头啊，走到哪都是镜头啊，在议会质询也是一样啊，你有什么感触吗？就是你知道，本来就是在家里面，然后在乡下一个地方，然后开开心心、轻轻松松的。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去你们家，有一次就是是去你们家啊，对啊，然后我们那时候去的时候，你就躲在房间里面，然后你就在写东西，对，在写书啊，写书，对，然后我们是晚上吃饭的时候你才出现，就你在一个这么淳朴的地方，然后你知道到后面你是要面对这么多镜头，你的感触是什么？当然刚开始的时候是惊讶，想说我都哈林没想要，我哈林没想要出名的人。发生什么代志啊？那个对啊，怎么会让那转播啊？那镜头对着我？那个时候，我真的是印象最深的是，就是说北农那个时候，我都记得是2月28号。2月28号的那一个下午，我的新闻呢就在那个赖群里面一直不停的转传，然后那个中国时报就开始头版头，不止头版头，还有内页内版也都是全版都是我的新闻。我那时候第一个反应就是说发生什么事情，因为明明是一个我觉得是很 OK 的事情，也不是什么重大的事情，就是说这个修饰是去年就定的，已经决定的修饰啊，而且我觉得我做了一个很好的事，就是把那个蔬菜蔬果全部都卖完了，只要剩下一些没有卖完的，我又用那个特支费，然后把这些没有卖完的蔬菜，就是说就是送给这个社福单位，我买下来送给社福单位，我都觉得说。我跟他做料没卖，结果殊不知，结果就上头版头。我是暗时6点开始一直拍拼，一直安尼做啊，做到隔顿工拢无困哦，隔顿工下晡3点的时阵我会觉得哇，我完成了一个好事。而且自己也很开心啊，自己鼓励自己啊。我还记得那一天呢，boy 时阵我还去买了一瓶啤酒，想说可以松一下，可以放松一下。你看安尼，咱为安尼前一天的6点一直无演，到隔天的3、4点没有睡觉，而且把事情解决了。结果就上头，结果还这样子自己替自己而乐，维尼赞，做得不错。结果怎么知道？结果竟然是变成说。维尼怎么样？就是造成什么农民呢？就是就是蔬菜的水果的价格啊低啊，农民的心里都在淌血啊，然后农民都受到怎么样多可怜的待遇这样子，也想到得一个时间不能理解啊。
嘿呀、政治水太深，后来才慢慢可以对理解说这些早就已经写好的剧本。很复杂，很复杂。也不是，后来也没有那么复杂啦，只是你刚开始遇到的时候是不能理解，后来你慢慢去理解之后，就发现说，其实这个就是现代的这个所谓的媒体时代，然后作战的方式已经是透过这种媒体，然后透过这种放话，透过这种假讯息，大家在进行攻防的战争呢。只不过你刚好那个时候在那个位置上，可以用挑选到，并做起来，你就变剑拔。对啊，总是记得几出戏来对要有这个攻击手嘛，攻击手，设定好攻击手，要有一个人是设定是被当成剑拔的人啊。你在踏入这个做政治工作之前，你有想过说你要做其他的事情吗？我从小都觉得我很多事情都可以做了，但是我觉得我最早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可以当一个报道者嘛，哎呀，做几个记者，然后我要这个游历这个世界啊，到各个地方啊，把各个地方的风土民情啊，各个地方遇到的事情啊，遭遇到的状况啊，就是透过我的笔把它写出来这样子。但是我没有想过，我曾经想过我要当这个乐团的。当乐团的这个主唱，但是是念诗的方式。吓我一跳！乐团主唱，那个 Patti Smith 的 Patti Smith 啊，对不对？他就有跟这个乐团合作啊，以他念诗啊，然后他有乐团在跟他伴奏啊，然后是到各个地方去表演啊。我觉得这个也蛮酷的，也蛮酷的可以跟你弟合作啊。我曾经试过，对啊。但是后来就是开始就是比较多去参与公共事务的时候，就没有去往这个方向。我想到的都是 Freddie 那种重金属的。你说合作吗？我还讲乐团的时候，我想到他脸上如果画那个各种那种彩妆，然后是那种死亡重金属的样子，然后我想说，这不知道会什么样子。因为我是18岁就开始听团了，真的哦。对啊，我是地下乐团长大的。可以啊，哇，难怪这么硬。汗现在看起来是村姑型了，但是村姑型，但是我是听团仔，听团仔。你会不会觉得别人在看你的时候，跟你自己内心其实你自己也觉得有很多不一样？就是其实你是一个你并没有外表看起来那么柔弱。对啊，你是一个很坚强的人。然后你也是一个很有原则的人。对不对？你自己怎么看你自己？如果有人问你说，你觉得文艺宁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会怎么去告诉别人？我觉得当时啊，柯文哲他会同意我去当北农总经理啊，因为当然是农委会推荐嘛，但是柯文哲同意，他是台北市长。我感觉伊迄时阵哈，伊可能就是认为我看起来哈足乖的，好处理，真好处理啦，可能应该是足听伊的话啊。我这个查囡仔吼，看看安尼。笑面啊，个真温顺啊，呢应该足听伊的话。结果伊无想到讲，怎么这么有这个主见，然后这么在一些原则方向上面啊，就是没有完全听从他的指令这样子。可以应该是蛮惊讶的，我觉得，所以他后来才会有一点暴跳如雷的。所以可能有一个人对我，因为表面上嘛不是表面上嘛，当然咱嘛是真古锥的啦，咱嘛是真温柔的啦，咱真正嘛做温柔的，只是讲有一些坚持，就是我们对这个理念的坚持啊。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很难被别人看见你所坚持的东西。我觉得有的时候，因为你刚刚讲的那个故事，然后你觉得你自己做得很好了，没想到隔天是这个样子的。然后你才慢慢理解说，原来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政治上面的一个攻防。对，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里头，
你觉得坚持理想这件事情容易吗？当然不容易，但是我们大不是说一直说初心吗？初心呢，对了，我觉得还是有很多人是这样子的。只是说，也许他们没有被报道到，然后或者是他们没有在媒体上被曝光到，但是其实很多人一辈子他们也坚持他们的初心，在做他们认为应该要做的事情，这是我是很肯定，而且我相信是很多人是这样子。即使跟我们媒体上出现的政治人物可能比较多，看起来不是这个样子，但是事实上我们的台湾社会里面很多人他们其实还是很坚持他们的初心的。那你的初心是什么？我的初心不做简单的啊，我的硬蛮讲吼，这个咱的社会，咱的生活会使更较好啦，吼，较平等啦，稍微平等一点，然后我们不要有那么多的不公平，不要有那么多的压迫，不要有那么多的欺负别人的事情啊。那我们大家可以快乐一点的生活，活在这一块土地上。大概会使可以有想要写小说的人会使安尼，可以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想要说话的人，想要唱歌的人，想要唱歌唱什么歌就唱什么歌，想要说什么话就说什么话，而且不会因为你要说什么话唱什么歌而被禁止，然后被压迫，所以你也不会因为说你去做唱歌或者是去做相关的事情的时候，你怎么说？没有巴豆夹被罢了。不会，就是只是有理想，但是都活得很辛苦这样子。对对对。你的初衷是希望可以看到台湾可以变得更好，没有那么多不公平。你在彰化看到了什么不公平的东西？其实我从小的时候我就觉得有一些不公平啊，比如说我就觉得说，我们为什么我们厝边隔壁我们的农人，对，他们那么辛苦的工作，然后他们种稻，然后他们种菜，但是他们的价格没有获得合理的回报，然后他们的生活收入比较少的时候，伊较无钱就去互看不起啊，看不起的时阵，伊去这个社会无法度跟人徛起。那如果农村的小孩去到城市里面，伊无法度跟人徛起的时阵，他可能就会被人家觉得歧视他，然后或者是看不起他，然后他可能就是内心比较没有自信等等的状况，然后他的文化上面也被受到一些的压迫嘛，比如讲我细汉的时阵，我就讲，阮的厝边头尾，阮的好朋友啊，阮的同学，因的讲台语的时阵，他们觉得这是母语啊，但是他们也是会被学校说，你不可以讲台语就要罚钱。或者是说，我们的原住民啊，他们讲他们原住民的语言，他们也是被压迫，就是说你也不能讲原住民的语言啊，你要讲国语。在我的书里面有写到，其实我们在彰化就是有这个黑道，他是后来要被枪决，他是10大枪击要犯。可是他回忆他的一生的时候，他印象最深的是他小时候，他因为讲台语被罚钱，然后要罚很多钱，他的爸爸还要代替他去学校缴钱，然后老师就是觉得说林基的囡仔就是不应该，他不应该骂三字经。其实有时候那就是文化上面的落差。那乡下地方其实有很多类似，我只是举个例子，那城乡差距里面被压迫到的地方，只是说这些东西没有被诉说出来，然后他也没有被获得一定的重视。你觉得你从小就是一个很有正义感的人吗？我不会这样子说，我就是很有正义感的人，我只会说我应该是比较有同理心的人吧。怎么说呢？我可以同理到我们的朋友们、亲戚们、同学们他们的处境这样子。你有一时一刻觉得说我不应该走这一条路吗？没有为什么？
完全没有，完全没有。你不会觉得很灰心吗？有时候就是自己在做的事情，并没有得到相对应的评价，或者是跟你自己理解的东西事实有所出入的时候，不会有一点点的灰心吗？或者是垂头丧气吗？当然也会说，哎，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这样子，这个东西都是会有的，但是不会后悔，也不会说啊，怎么会参与了政治，或者因为我的人生的理念的是讲不断革命论，不断革命，不断革命。OK， 怎么说呢？咱的人生跟咱的社会拢同款，我们会遇到各式各样的问题，然后我们解决了一个问题之后，还是会遇到新的问题。黑人拉公就是我们谈恋爱之后呢，我们好像结婚了，结婚之后也没有什么王子与公主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这样就 ending 的，因为婚姻就会有婚姻新的我们要面对要去解决的问题。然后呢，我们生了小孩或者我们没有生了小孩，我觉得每天我们人在活在这个世界上都是不停的去面对新的状况，然后去试图去解决它。但有些时候我觉得可能没法度解决，但是没法度解决并不影响我们还是要去面对它，去解决它。所以每天要想出新招来面对这些挑战。每天就是说我现在如果我在当北农总经理的时候，我被抹黑很严重的时候，我就想说那我要怎么办，然后我可以怎么澄清，或者我的态度是要怎么样。那当我后来被董事会就是认为说要把我干掉，对，就是把我帮你讲的，把我那个卸职，就是说不要再当这个北农总经理。我离开之后呢，我就知道说，好，那我现在就是离开这个工作，我回到彰化，我马上就是坐到我的书桌前面，我没有很大的那种需要去调养的时间呢。我第一天我被离职隔天我就回到彰化，然后我就把我的书桌整理干净，然后我就开始坐下来开始写我的书了。隔天隔天真的啦，所以不用先去，比如说什么没先去疗伤啊，伤心吃个麻辣火锅什么之类的。你爸没呢，你爸超级烦恼你的，你就隔天自己坐在书桌前开始写书了。真的。那这个心理素质很特别，然后这个很厉害，这个很强超强的。你完全都没有需要一些那种缓冲期什么的都不需要。我还好，我隔天就坐到书桌前面，然后我就开始想我下一个课题。就是说你现在既然我们那个工作已经结束了，然后我们也被离职了，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我们下一个目标要做的是什么？就是我们要写我们的小说，那我就去把所有的我的草稿全部都搬出来，然后就开始想说这应该要怎么做这样子。哇塞，这也太强了吧！所以有些人就想说，你敢不要那细节细节修养足够的写什么？其实我还好了。这个心理素质是怎么培养出来的？对啊，你怎么培养出来？应该是那拱大神经较大。我跟你讲，这个叫做惊的袂大尾，真的神经较大条啦。所以你用袂惊，不知要惊什么啊？他说：“我懂，伊都是唔知要被惊啥。到底有什么好惊？唔知。我现在你会有时候人家说你又没惊，然后你会说这有需要惊吗？我只怕这种就是说人生上面，比如说比如说你在亚马逊河对不对？让那反水库那些女战士们他们可能面临到人生的威胁。圣公你站出来反水库，
可能会被暗杀，会被枪杀这样子，这个就真的要害怕了啦。还好我们在台湾，感觉没有这个人身上面的威胁的时候，比较就还好，还好。我妈妈有替我烦恼的是讲，以前我伫工作的时阵，那个我有去稽查，就是说盗挖砂石，然后偷埋废弃物。然后我自己就是作为公所的秘书，我就直接到现场，然后那个地方都在比较偏远的地方，然后黄昏时分啊，就是天色很暗，就只有怪手跟我在那边，然后我在那个地方打电话给环保局说，你们要赶快来。啊，我妈妈做环乐工，刚好我一个人，我就自己去到那里啊，怪处理下，小蛋我那红上了去那个坑里面怎么办？这样子，你也没有怕，两个逮啊，就把抓去，你也没有害怕，我就想说，我都到现场。我也去稽查过那个废炉渣，然后我被围在里面了。你被围在里面？对，然后那个废炉渣堆置那种废炉渣的那种老板啊，然后找我呛下讲，我会知影你的车牌号码啊，你的车牌号码我知你记了呀，这样子。然后呢？我被围在里面，我打电话给警察局说，我今晚从围里来的啊，我连要出去都没法都出去啊呢，就是你要赶快派员来，不然我被他们围在里面这样子。然后我离开之后呢，我确实那几天有换了一台就是借朋友的车开，我就讲加白河背稍微避一下风头。避一下，太可怕了。这个地方势力还是有很多这个不合理、不公平的东西哈，地方上对啊，难免。可是你都冲锋陷阵欸，你刚刚在讲说你的人生的这个有个理念叫做，其实人生就是一场不断革命的过程嘛。对，那这个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这从什么时候开始你有这样子的一个理念就盘旋着？一直到现在，应该也不是什么理念吧？你就是自然而然，也不知道人生到底是自己的人生是怎么发展出这种个性，然后遇到的时候就做了这样子的选择，不是说你先有个理念才去做那个选择，说怎么样？伊就是代志发生的时阵呢，跨北宋的来处理，你就赶快跑去了，也没有什么想到什么理念，有的没有的，你就赶快跑去了。哇，真是个性使然，个性使然，对啊，真的有些人对看到不公平的事情，他就会很难过，他就会想要去处理。我相信现在台湾大部分人都是这样啦，只是有些人是可能会稍微先把自己顾好，不见得会这么冲的去做什么事情。对啊，有些人就穷州就会跑到第一线，直接去面对这些不公不义的事情。对啊，那我相信像现在的年轻人也非常在意这种公平正义的事情。对啊，因为唯有这个社会变得有公平正义，它才会进步，大家才会有同样的机会，对不对？是这样讲吗？是不是因为你这个个性，所以你才敢挑战你现在这个选区？因为你现在这个选区好硬哦，很硬，对呀，是不是？是啊，你的这个挑战不小对啊，我觉得有时候我就觉得说，我只是把事实说出来，对，大家就干嘛讲？哇，你怎么敢讲啊？其实我们就是把事实说出来但是对很多人来说，他们是不敢说的。为什么不敢说？会有压力呀，什么压力？什么压力？会有压力？为什么会没有压力啊？我好不可以到吃青啊，是不是？那不可以到吃青，那唔惊伊对咱安那，咱嘛无虾米互人会使对咱安那呀。所以你只是把事实说出来。那有什么事实是需要让大家知道的？
比如讲啊，我们就说，他家最近呢，在这个西州的台糖地上盖了这个600多坪的豪宅啊，盖私人住宅吗？他是有透过一种程序啦，你知影，有钱人、有权利的人，因的方式的比散起来的人给做多。他们的手段啊，他们可以运用的资源就相对的很多。所以他可以透过，比如说他透过一个开发公司，农林开发公司去标得台糖的土地，标得台糖土地之后呢，他又说我跟台糖用合建的方式，那我盖了这个住宅，盖了这个住宅之后呢，台糖是2栋啊，农林公司是2栋，但是台糖又把这个2栋卖给农林公司，所以农林公司取得4栋的这个建筑物之后，4栋又卖给谢家，但是农林公司当然也是跟谢家相关的这个开发公司，可以这样搞。伊就是这个根本根本就是为他家设计的，这个听起来不就是这个国家的土地，对啊，然后就变成他们家私人的豪宅的新建地，然后这个私人豪宅的新建地，为了他家的车库啊，还可以把这个行道树砍掉，10几年的行道树再撤掉，等于常常拢发生这种代志了。拢无人讲话吗？你想讲吼，咱若讲话吼，因兜唔知对咱安那无啊吼，势力庞大，势力庞大。哦，我懂啦。可是这个很难啊，我觉得权力这件事情很可怕，就是说很多人会畏惧权力，对不对？所以很多事情能够不去抗争，我就不去抗争，能避免麻烦我就不想要淌这场浑水。但有一些人，他就是看到这些不公不义的事，然后他可能就会据理力争。你知道，当有整个社会，你很难避免这样子的人会在这个社会上。所以你有时候你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我不知道，我有时候都会觉得力不从心因为你一直你知道冲锋陷阵，可是很多人就在旁边这样冷冷的看着，看着你撞得头破血流的，当然会有人就是看着你，然后没有要对你伸出任何的援手，但是其实也有很多人看着你，然后他们是在支持你的了，所以应该是要转换一个心啦，就是说我们今天出来做这些事情，是我们自己愿意出来这样子做，而不是说我们今天出来做这些事情是希望得到就是社会上给我们的肯定跟赞美，或者是跟我们认同我们的，完全就是认同我们的理念。我们当然希望更多人认同我们的理念，但是这个不是我们出来做这个事情最大的初衷。可以理解，但是如果说有人给你的那个指责是不要老是找麻烦，就这样子让他平静的过去，不行吗？我们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为什么还有需要你出来帮我们做这件事情？我没有找麻烦啊，我只是说出事实啊。这些事情是需要被说出来的，这些事情是需要被告诉大家的。那告诉大家之后呢，你觉得说人的有摘掉人的有摘掉酱带藤的地，那是人搞嘛你如果是持着这样子的立场，我也没有什么话好说，但是我有权利把这些事情说出来。会有一派的人是这种，就是因为人家能够赚钱，这是他家的事情。但我们在意的应该是赚钱要用合理的手段跟方法。你想想看，他们家的钱越来越多，那相对的，这个台糖的土地，如果它作为公共的使用，它是新建社会住宅，它是不是让大家更多年轻人可以有房子住，而不是你们家很大，然后很多年轻人没有房子住？社会的不公平就是在这个时间产生一个分歧。所以你若是讲，这个600多平的土地，你会使起社会住宅，安尼大家少年人拢较有法度有厝通好住，然后你
跟说啊，你们家有那么多空出来的空间，你们家已经房子很多，你又盖了那么多是私人的豪宅。我觉得我们常常在讲说，贫富差距都是在一点一滴的政策上面形成的。我觉得啊，我觉得民主政治其实是一件很妙的事。就因为我们很尊重每一个人嘛，那我们尊重每一个人的言论自由，我们也尊重每一个人有各自不一样的想法，但也因此呢，其实我觉得就是有很多事情你在不管是推动上面，或者是很多时候我就觉得没什么效率，然后很多时候就是变成是一个很分歧的，你很难把它往前推动。我觉得民主政治有时候是没什么效率的。对，民主政治没什么效率，常常没有什么效率，但是现在是，但威权政治就又更可怕。当然，所以咱就是变色工，但这个都是选择问题啊。对啊，而且我们希望改善民主政治里面的效率的问题呢，我们也是面对很多这民主体制里面的问题啊，包括我们的官僚系统啊，我们的官僚系统，它在这个文官的这种公务系统的运作里面，可能就是比较缺乏效率啊，或者是教级讨级啊，没有办法去符合这个实际上的社会的状况，然后他也跟不上社会的这个脉动，就是有时候都是跟在后面，很多的问题啊，所以我就是不断革命论啊。人的一生里面，我们在这个社会上不可能是一个永远美好的状况。我们的下一代，再下一代，人类社会几千年他们都是不停在面对新的问题，然后再去试图解决这些问题。解决这些问题之后呢，他还是会再面临新的问题。比如说我们以前就是解决的奴隶的制度，但是还是会面临新的问题。那我们现在如果有一天台湾跟中国的关系，我们是达到了我们不再需要每一次的选举都说中国要威吓台湾，台湾变成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在法治上，然后在宪法上，它都已经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的时候，它还是会有这个独立自主的国家需要去面对的问题。当然，所以我的意思就是干嘛讲，现在就是人生的进程啊，咱的几个人生的进程里面去做我们可以做的事。是啊，一个问题消失了，我们就有时间再去关注更多其他原本没有关注的问题。对，其实简单来讲是这样。那问题很多问题是一直都在，然后这个问题解决，它还会有新的问题、新的威胁又跑出来。对。但我们现在要先面对我自己选举的问题。我觉得你爸妈一定担心死，真的，对不对？我认真问一个问题，就是你爸妈会担心你感情的事吗？不会，完全不会。你确定不会吗？在我比较年轻的时候，可能也会希望我要不要有个婚姻吧，但后来就觉得放弃了。为什么？后来他们为什么时候放弃？应该是这样子说，就是我没有让他们担心，比较没有让他们担心啦。就是你过去这些东西还没有让他们担心，你在跟我开玩笑吗？我过去他们就想说担心的事情就够多了，不用担心到婚姻。所以我去墨西哥也没有跟他们报备啊，就自己就跑去墨西哥。我妈打电话到美国找我的时候，我阿姨跟她说已经马伯里比狗啊，招去墨西哥啊。我妈吓了一跳说不是跟我就是到美国去，怎么跑到墨西哥？所以他们可以烦恼的事情更多，所以不会烦恼到婚姻这一块。不然，但是美国到墨西哥很近啊。对，可能彰化到台中而已。的确是很近啊。那你为什么那时候自己跑去墨西哥？就是那个时候，就是墨西哥东南山区有这个游击队嘛。那我的表哥有一个那个 People of Color 的组织，他们就说要去墨西哥东南山区。我说好欸，我们一起去吧。去找游击队吗？对啊。
难怪你妈会发疯啊！你妈听完应该吓死了。真的，你干嘛一起去啦？我想去啊，是我怂恿我表哥去的。那我听说那边有游击队，我们去看看吧。对，我们去。我们去。对，那你干嘛？你为什么想去？你为什么想去？我对这个世界就是充满好奇，想好奇，想理解。我也会想要去。你也想去？我也会想去。哎呀，我去过很多地方的，我跟你说。不是你这个东帝汶地震之后，我就马上去到那个地方。巴厘岛发生爆炸之后，我就马上去到那地方了。我也想要去很多地方啊，但都不是发生这件事情之后。你去是因为爆炸完之后机票变便宜了吗？当然不是啊。你猪我不是啊，我上次看一个美国人讲说，我有采访的，我有去采访那个巴厘岛的爆炸案，我要收集很多资料的。那时候还在当记者嘛？当记者的时候，对啊，游击队其实他某个程度上也是因为有人起来反抗嘛。对啊，对啊，那你要去理解到底他反抗什么东西，对之类的哈。对，你有很多需要他们担心的事，所以他们就不会担心到婚姻这一块了。相对来说，比较不是什么问题。伊就想讲安尼，这个囡仔安尼自少年的时阵，自然20几岁安尼走来走去，撞来撞去，啊，这要嫁互人吼，人嘛是爱考虑一下。啊，这种撞来撞去的，对不对？抛家弃子，要去人家，咱嘛是爱煮饭啊，爱去安尼，咱家庭爱顾好好啊，啊，这种个性。没啦，起码煮饭查甫人都会在处理啊。这不一定要女生煮饭，因为我们家都是我在煮。你这个要讲几集到底？你也没有想要谈感情吧？也不是啊，我也是。我也不是说不结婚哦，只是说就是刚好这个姻缘线没有牵这样子。待会可以去那个下海城隍庙拜一下。下海城隍庙，月老可能也会觉得说啊，算了，好了啦，这个要他的另外一半心脏也要很大颗。我昨天呢去我们的支持者帮我就是找几个好朋友一起聚会，然后我们的支持者就跟我说哈，你现在这个是无价之宝。怎么说？什么意思？没给，无价。没有价之宝，无价之宝。谐音梗。所以我爸爸妈妈很开明的，真的哎。哎呀，吴老师大家都觉得他好像蛮传统的，但其实他蛮开明的。他对于你这一次出来选，他有没有什么反应？有没有什么？你刚开始决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有阻止你吗？因为我的人生就是都是很多的时候就是我自己做决定啊，所以你做完决定才跟他讲哦。你有先跟他讨论一下吗？还好的，就是听起来就是没有。什么叫还好？没有要休兰的意思。什么叫还好？因为我大学的时候呢，他希望我去念那个警官学校。他希望你去念警官学校，他希望你去念警官学校，他讲较稳定啊，公务员就对了，对啊，较稳定啊，更有收入啊，然后也觉得这样不错啊，当警官这样子可以，我也考上了哦，就后来没有去念，我就说我不要去念，我要念法律系，那他就也只好就是听我的，然后呢。我后来当然就是去墨西哥这些事情啊，去东南亚这些事情啊，常常就是说，我都到了那个地方才打电话回去报备说，我今晚里到位哦，这样。我今晚边我就游击队。反正啊。那我要进去乡公所的时候啊，他其实是反对我进去乡公所。对，他就是说，你的做几的做工，你也已经写了3本书啊，然后到整个东南亚或者是到德国、到柏林，你以作家的身份都去跟人家做交流，你就好好的写书，就是变成一个作家。你干嘛进去最基层的乡公所去工作，去当一个公务人员这样子？
我就讲，这个乡公所哦，可能比游击队也是不遑多让，刺激。乡公所，哦，乡公所其实有哦，你不要小看乡公所，乡公所要接触到很多业务哦。对啊，而且地方各种势力啊，所以我就去啊。然后呢，我在乡公所的时候，他们就认为说，我已经在那边待了7年的时间了，就想说啊，不，维尼你就继续选乡长，对，就是在地方嘛，也是有一个地方的乡长这样子，然后也有收入，然后稳定啊，然后也可以在地方上发挥你的对公共事务的热忱。但是那时候北农台北农产运销公司就说，要找我来当北农的总经理。我爸爸也是反对的呢，他说不好，不要去台北。毒蛇猛兽很多，不要去。事实上，台北是很恐怖的。对。然后你也没有理他哦，我就到台北来了。这次选举也是这样子啊，他们就来找我说，维尼彰化县第3选区都没人要出来呢。因为谢家太强大了，对，3代立委啊，对，就是要议长又15年啊，40年在地方了，都没人要出来跟你竞选呢。然后就问我老师就烦恼，你知道吗？烦恼，他就想说要挑战这么大的势力吗？这样子，然后我就说好。这真的很难欸，因为我就想说，你住在一个地方，然后他们在那边已经这么久了，都是最大的势力的时候，你要去跟他对抗是很困难的事情。我觉得他爸才难吧？对，我爸很难，他爸爸才难吧？他女儿每次都挑战那个人烟罕见的地方。你都是走那个没有人要走的路，真的好像是这样子，是不是？你爸那个皱纹多了，心脏也要算你的，心脏也要很大颗。对啊，然后他们的反正你都是先斩后奏就是了。是啊，新时代的女性都是这样的。然后他爸在旁边说买 Mikey， 我已经答应了，对不对？对，你都是这样回他的吧？就是说我要去这样。没有我要去，没有要讨论的意思，没有要讨论的意思吗？事实上是啦，就是自己决定，自己负责，就这样了。我真的觉得自己人生要自己负责，自己负责嘛，很重要。对啊，确啊，都成年人了，对不对？对，自己人生自己负责啊。对啊，但也有一些人呢，他们就问我说，为什么可以这样子做？因为有时候爸爸妈妈的反对是非常激烈的，所以有些人就会问说，维尼，你是因为遇到一个特别好的爸爸妈妈，所以你才有机会做出这样子的选择？那我也会觉得说，第一，当然我的爸爸妈妈是相对开明；第二，可能就是说我们在所有从小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就要跟爸爸妈妈适度的教育。比如说小时候呢，我妈妈就说因为她是国中的老师啊，她说她要开车载我去上学，因为她本来就开车去学校，对，然后我也是一样要去学校上学，她就叫我要坐她的车。那个时候我就会跟她说不行，我要跟同学一起骑脚踏车，我不能坐你的车。不能坐老师的车。对，我不能坐老师的车去上学，我是要跟同学一起脚踏车。所以我们要在很小的事情上，就是慢慢确立出我们自己的自主性。所以说，这个有时候不一定只是爸妈特别的开明，有时候是从小就自己就异常的坚定。不是，但是你也要让爸妈就是有信赖，就是说你也是自己骑脚踏车去上学，你也没有迟到，然后你也是都 OK 的，注意安全，所以他就想说可以啦，这样子就是放着你就自己骑脚踏车去。是啊，权利跟责任通常都是相辅相成的。
对啊，对，你要能够做得到，要让大家可以放心，对对啊那就敢更放心的让你去做更多的选择嘛，对对对，都是这样。对，都是这样子。哦，原来他从小一点一滴就训练他父母的心是肥窝，心脏变得很大。大哥从很小就开始让他每天都有锻炼，对对，哦，原来这是一辈子的锻炼，是啊，要这样子，这个是，然后越来越大这样子。对像我也常在锻炼我妈的心脏啊，对啊，你也是吧？哈，对对对对，你也是啊，一点一一点的，不要太激烈啊，激烈就是会很多冲突，慢慢的、偷偷的啊，在这个日常当中，对对对，太过激烈会断裂。是，要所以不着痕迹的就我们后面创业这一段，他们也是胆战心惊啊。对，也是啊，对啊，父母都是，但是他就在旁边这样看着啊，也不能，也是哦，那你去哦，那我这样可以理解。但一边讲完回家还是很担心他们的。对对我觉得，但我觉得爸妈就是我有个理论，就是你不管怎么样，爸妈都会担心。啊，那当然，那既然都会担心的话，不如做一些我们想做的事情。对，反正他都要担心的嘛。真的。对对。你现在心情如何啊？就已经快要投票了，然后还有30天了，我要今天来到这个地方，稍微这样放松一下，待会回去要继续拼。对啊，那你现在心情如何呢？我很想知道你现在就是我现在心情呢？对啊，我就是想说，我还可以做什么？我要赢啊！那你觉得你还能做什么呢？很多事哦。这背后的动力来源是什么？背后的动力来源也很简单呢、我认为我选上对地方发展是好的，对我们的乡亲也是好的。我认为，与其台糖地给他们家盖私人豪宅，如果我们可以把台糖地拿来作为公共的社会住宅式运用，绝对是好的啊。这就是那个动力。这一路上啊，有很多人支持你，但是一定也有很多人是打击你的。我觉得一定也会有那种你灰心的时刻，或者是有累的时候嘛。对，累是一定都会累，就是心累啊。我的意思是，但有的时候你会看到总会有一个 moment 会让你再燃起一个你很想要继续奋斗下去的那个热情。我觉得每一次当我很累的时候，其实我现在都在办说明会嘛，那我通常都是一天的行程，到了晚上办说明会，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已经都是有点累了。但是如果到说明会的现场里面，我就看到我们很多的老人家，还有很多的乡亲出来的时候，他握着我的手，然后就跟我说：“你别欢乐，好，咱就是我一点在你支持，然后咱会使做回成功改变咱这个地方，就是那个期望、那个期待哈，常常就会让我就是更有动力，这样子，就是继续冲，就是会比较不累。就地方乡亲的改变的期待，对，灌注到你的身上。是啊，因为大家是面对那么庞大的这个势力在那个地方，然后面对那么长久的一个政治的家族，可是很素朴的乡亲，然后很善良的乡亲，然后没有什么也经费的乡亲，没有什么钱，然后做种田的、蔗缸的，然后还有低收入户的，还有很多的中小企业的，还有年轻人。大概对这个所在是真正有一种忙，然后我们要为了这个忙要去努力。我曾经去走的时候，有年轻人他跟我握手的时候，他自己眼睛泛泪，他就是感觉说啊，他这个地方刚真正按那40年来，然后都是这样子没有改变啊，我们难道不能有改变吗？就是至少就是有一个改变的契机啦。那当然你遇到这个的时候，你就不会累了，因为你不能累，你的头脑里面都要想着说，应该还可以怎么做，还可以怎么做。当然，因为我们要怎么做的时候，我们是会面对到的很大多数人
他们的想法就是说啊，拢赶快啦哈，不管酸利啊是酸乙啊哈，啊反正我也无差，拢赶快啦啊，但是因歌有跟咱较邻济，就是人情的关系啊，他可以透过村长啊，透过代表啊，透过他们的议员啊，他们有这些人情的关系，而且说他们看起来也是这样漂漂亮亮的啊，好像文宣啊、公关也都做得很好。他们就会觉得说，他们好像也还好，我不一定要选你，而且我可能也不知道你到底想要做什么，你就是一个挑战者，但你到底想要对这个地方提出什么样的见解、什么样的看法、什么样的发展方向，我们还可能没有办法让他们理解到那么深。而我们也没有那么多的管道让他们理解到他们那么深，而且选举时间是非常有限的。所以真的，你讲很多政见的时候，其实不见得有人要听。第二，按你讲的政见不见得有要听，就比如说我们讲说，这个台糖地100多公顷的台糖地，以前他们家要在这个地方主张要盖这个彰南产业园区，是橡胶、塑胶园区，我们认为那是高污染的、对地方不好的园区，所以我们主张这个应该是可以变成农产物流园区。就是很多事情他需要不停的去讲述它。那我觉得最大的困境当然就是说，我的宣传管道也没有办法那么多就把这些事情一一的告诉乡亲，但是呢，乡亲他还是会有一个理解，就是说啊，引到这还领固啊，没有感觉到这地方有什么样的改变或有什么样的发展，所以他们就希望把一些期待寄到我身上的时候，我其实还是回到那个最初，就是说我其实不太有挫折感，我只是一直在想说我还可以再做什么。那地方，我们那个地方就是说也是会认为说，事实上就是说有一些中央政府目前的政策呢，当然大家也会有这样子的一些不满呢，这是要老实说的，所以其实对我来说了，我也会很可以理解说大家的一些不满，然后我也会希望说真的可以比较实际的，以站在一个农村的角度，站在一个这个乡下的角度来提出我的主张跟见解。那以彰化的西南角来说，它就是一个农渔畜牧产业最主要的基地，所以我自己对我自己的期许是说，我是真正是站在这个产地的这一端的民意代表，然后代表生产者来去中央发声，这样子。这件事蛮重要的。对，然后生产者他们在生产这个蔬菜啊、水果啊、稻米啊、鸡蛋啊、牛奶啊相关的鸡鸭鹅啊，所有的东西在第一线生产的时候，他们面临到的什么样的问题，实际上是不是可以去帮忙去解决他们面临到的问题，这是非常非常实际的问题，我非常想要做的事非常实际的问题。我额外问一个问题哦，对于很多人说你不懂农业，你什么想法？我的江湖在哪里？来，这25万字我自己写的呢，这不是抄的呢，而且它字好小，一个字很小。25万字，25万字，刚好在哪里？台湾50年来的农业变迁呢？都已经出了一本这么大本的书了，大家还这个大学的教授们呢，上这个农业的议题的时候，都用这个当教科书的呢。我是原作者。要跟我们把我嘛在边那讲，上面写吴一宁哈，上面写吴一宁，这是上面写吴一宁哦，吴一宁哦，作者是吴一宁。你有没有觉得你有没有觉得很有趣？就是在你常常会发现，在这个世界你有做某件事情，但别人对你的认知可能完全是别的，你没有办法控制别人的认知是。对啊，对，但你能够知道的是我做了这件事情，对啊，对不对？我能确定的是，因为真的是你写的嘛，所以我写的这本书啊，其他人要怎么看我没有办法决定，是，对不对？因为我印象中，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你知道，我记得我们那天下午去看你们家那个爸爸种的那个树嘛，然后旁边有一块，然后说，那这个就是那个吴一宁他在种米，每天早上起来5点你去插秧什么之类的，是不是？
插秧是叫机器插的，可以呢。然后那你每天早上5点你都去那边拔草吗？还在孙餐醉，孙餐醉，抓一下青蛙。其实现在种稻很简单的现在机器种嘛，真的哦。但不是啊，那你为什么会想要去种稻啊？因为种稻比较简单啊。种菜就不行种菜是每个菜都有难度的啊。种菜比较难种菜比较难种稻比较简单啊。对我来说都很难啊，因为我们那时候去的时候，我就在想说，到底为什么会有一个年轻女子没事干，然后想要来种稻？这我是没办法想象，一个都市人没办法想象。不会啦，种稻真的很有趣呢。虽然说是插秧也是那个机器，收割也是机器，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可以体悟很多人生的道理的。譬如说呢，我们这个播产的时阵哦，爱芳产就是这个土爱在芳和平，土地要平。是要公平啊！如果你这个土地你芳产的时阵呢，你的土地不平哦，你这土地啊一边山一边海，海这一边就是太低洼了，你就会积水过多；山这边就是太高了，你就会没有水。积水过多的稻子种下去会怎样？伤水水，伤烂产，长不好。太高的地方没水。长不好，社会爱公平，土地嘛爱公平，你的所有你这一块田区的稻子就会长得比较平均，都比较好。所以你这个，我这是人生重道体悟，是真的。所以你在这个国家，就是这国家有公平的话，这国家里面的人就每一个都会长得比较好。当然了，所以种稻可以体会很多。我其实看过一部电影，它里面有一句台词，我觉得很棒。他说：“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啊，就像你在插秧苗一样，它一定要有一个距离，它才能长得很好。就是彼此尊重。那这也是又可以衍生到什么，你知道吗？我们现在呢，因为了要产量，所以稻跟稻的之间的距离就是有时候太密集、太拥挤。所以太密集、太拥挤的时候呢，它就容易产生，比如说这个稻热病的时候，它就比较容易产生一些病。但是如果说你让它的，你没有说一定要说很追求说我绝对是想要赌那个产量的时候，你让稻子跟稻子之间有稍微多一点的空间，就像人跟人之间有一个舒适的距离的时候，它就会长得比较好，它也不会就是遇到那么多的问题。那个人还有在种稻吗？没有的，别人我们是在契作让农人种啊。契作。那我们除了种稻，我还可以常常去拍照啊。对，好吧，加油啊！虽然你在一个艰苦选区，但我总觉得还是有机会，因为其实这个社会是真的需要改变的。的确，我是这么认为。然后每一次选举就是这个社会价值的慢慢的往某一个光谱移动，我觉得不管是地方也好，国家也好，都是这样。好不好？吴依宁加油！加油！好，谢谢依宁今天来。好，谢谢大家，拜拜。